大家好，我是艾雅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小伙伴关心的话题：中国人在泰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？如果你想要来这里工作，或者你已经在这里工作了的，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。我会告诉你一些工作机会，还有你可能没想到的事情，记得避坑哦。泰国的就业市场和国内有很大区别。首先，泰国本地劳动市场其实是相对封闭的，外国人，尤其是华人，想要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挑战还是很多的。其中，泰国的劳动法对外国人就业就有很多限制，比如有些行业是禁止外国人从业的，像导游、司机、建筑工，甚至是街边的小摊贩，这些工作本地人才能做。而对于我们这些华人来说，比较常见的工作机会通常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。第一个，跨国企业，特别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，比如制造、物流、贸易公司等。由于泰国是东盟的中心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会在这里设立分公司。如果你会中文、英文还有泰文，那机会真的不少，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、财务、销售、采购等这些岗位都是抢手的。第二个，外贸公司。泰国和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密切，本地很多外贸公司需要懂中文、会谈判的人，尤其是和中国客户打交道的岗位，会电商知识的朋友，那优势就更多了。第三个，教育行业。在泰国当中文老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泰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中文课，不少培训机构、本地和国际学校都在招中文老师，特别是那些有经验又有证书，最好还会英语或者泰语的老师，泰国的家长可喜欢了。第四个，科技行业。最近这几年，泰国的科技行业也开始发展了，像是 IT、软件开发、技术支持等方面。如果你是搞技术的，那这边其实也有不少机会。那怎么找到工作呢？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些泰国的招聘网站，比如 JobsDB、JobTai 这些平台，或者直接在 LinkedIn 上搜索跨国企业。最好准备英文和泰语的简历投递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脸书上相关工作小组搜索工作机会。不过，脸书上一般薪资比较低，发布在那里的企业更想找到会中文的泰国人。接下来，大家最关心的薪资问题来了。在泰国工作，尤其是外籍人士，薪水和国内相比可能会有点出乎意料。据我了解，一般在泰国工作的外国人，薪资水平大概在2万到6万泰铢之间。当然，如果你在跨国企业，或者有一些特殊技能，工资水平可能会更高，甚至可以达到8万泰铢以上。但是，不要高兴太早。这个工资看起来似乎还行，但曼谷的生活成本也不低啊，租房、吃饭、交通这些支出都不少，特别是市中心的房租，动不动就每个月1万到3万泰铢。如果想要节省一点租金的话，需要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，但上下班通勤时间会增加，车费和时间都是成本，幸福感还打折扣。关于详细的生活成本，我在上一期视频有讲到，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，视频链接我放在右上角。这些成本还没有算上你需要远离家乡亲人，异国他乡出来工作，以及本地文化冲击可能造成的精神物质的损失。如果国内有更好的工作，真不建议来这边工作。不过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的话，当我没说。泰国的工作文化和国内真的是南辕北辙。这边的工作节奏
慢得让你有时候恨不得到他们边上喊加油啊。一般来说，早上8点半或9点上班，午休1到2个小时，下午5点半或6点准时走人，节奏慢到让你深刻体验到，对，你在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国家。但别高兴太早，效率低可能意味着你的一些事儿得多催。还有就是泰国的职场讲究和谐。什么叫和谐呢？就是不能太直接，不能和同事撕破脸，大家相处的氛围要和和气气的。如果你是那种效率为先、说话直接的风格，可能得收敛一点。泰国人比较不喜欢太强势的人。如果你是中国的领导或者老板，你可能会遭遇他们不带提前招呼的突然消失，都不等你辞退的。一旦他们觉得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，分分钟走人。不过同为打工人，我还是很羡慕他们的。很多时候我就缺少那种勇气。如果说来泰国工作需要注意些什么，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签证的问题了。在泰国想合法的工作，你必须拿到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。一般正规公司会帮你搞定这些，但也有些公司喜欢打擦边球，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确认好签证问题，不然被抓到麻烦可就大了，很可能罚款、牢饭、遣返一条龙给你服务到家。一般来说，NB签证是最常见的工作签证，但申请过程可不轻松。首先，公司需要具备招聘外国人的资质条件，并提供各种文件去申请，还涉及到泰国各种繁琐手续。我知道的很多刚过来的中国公司，就是因为无法给员工办理签证，都争先招聘本地会中文的泰国人。虽然这无形压缩了部分华人的就业空间，但也无可厚非。以上就是我对华人在泰国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分享了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者已经在泰国工作的小伙伴有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点击订阅哦。接下来我会继续和大家探讨更多泰国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